你常常脖子緊繃、肩膀痠痛，有時候還會莫名其妙的頭痛嗎？其實這些問題很有可能是你的筋膜缺水的現象。今天這部影片我會快速的讓你了解怎麼幫筋膜補水，並提供給你8個簡單又有效的方法，來幫你舒緩肩頸痠痛的問題。開始前，我們先來測試一下你筋膜現在的狀況怎麼樣。握緊拳頭，把小指這邊接近手腕骨頭的地方放在耳朵的正上方，稍微用力小幅度的這樣畫圈按壓。如果你只是壓一下就痛到哀哀叫，那就代表你頭皮這邊的筋膜已經太緊了。那這部影片就是來幫你解決這個問題的。在開始筋膜放鬆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筋膜。想要直接看運動的人，可以直接跳到這邊就好。那筋膜是什麼呢？筋膜你要知道2個關鍵字，一個叫做粘連，那另一個叫做塑形。我一個一個來說。筋膜從外到內分成淺層、深層，還有內臟筋膜。最外面是淺層筋膜，就在皮膚的下面，可以幫助我們感覺到痛覺、冷熱，還有觸覺。中間是深層的筋膜，它包覆在肌肉的外面，像是肌肉之間的潤滑劑，可以讓肌肉之間自由滑動，而不會產生太大的摩擦。最裡面的就是內臟筋膜，它就是一個懸吊系統，固定我們的內臟器官，我們才不會動一動內臟就跑來跑去的。而筋膜的主要成分是水加蛋白質。那這個時候你會不會想，水和蛋白質加起來不就泡蛋白粉嗎？但筋膜和蛋白粉最不一樣的地方是，筋膜的蛋白質成分是富含彈性的膠原蛋白，所以會更像是切開蘆薈那種黏 T T 的液體。為了讓你更好理解，我用揉麵團來比喻一下。你想象一下你在揉麵團的時候，如果水加少了，那麵團就會變得很乾，還有裂開。對應到筋膜上，筋膜水分如果太少，蛋白質比例就會相對增加。這時候水太少的麵團就變得又乾又硬，筋膜上表現出來也是又乾又硬的。簡單來講，就是缺乏彈性。我帶你來感受一下充滿水分的筋膜，還有乾掉的筋膜，摸起來有什麼不同？把右手伸出來，用左手轉動一下你的手臂，感覺一下皮膚和肌肉滑動的這個幅度。那摸完後記住這個感覺哦。接着再把手放到背上，左右移動看一下，感受一下背部筋膜滑動的程度，是不是手臂的地方會比較容易滑動呢？這是因為手的筋膜水分比較多。那為什麼手的筋膜水分會比較多呢？因為我們的手是很常在動的，那背很少在這樣做夾背的動作，筋膜血液循環就會相對比較差。當筋膜裡面的水分一減少，蛋白質的成分比例就會變多，這樣筋膜就會變得又乾又硬，產生筋膜粘連。筋膜粘連可能發生在任何缺少活動的地方。筋膜粘連不會只有讓你感覺到緊繃痠痛而已，還會因為血液循環變差，造成代謝廢物持續堆積，然後容易引起筋膜炎的發生。我希望你不要放任筋膜到筋膜發炎的狀態，不然你真的會很難受。知道了粘連是什麼之後，接下來要跟你介紹另一個概念——塑形。當我們長時間久坐，鼠蹊部的筋膜就會開始粘連。這樣站起來，身體就會被已經粘連的筋膜拉成駝背圓肩的體態。你看上半身的筋膜的形狀就因為下半身筋膜粘連而被塑形了。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鼠蹊這邊的筋膜粘連問題會影響到上半身這就是筋膜的奧妙之處了。筋膜之間會有一套環環相扣的連鎖反應。比如前側鼠蹊的粘連會影響到對側的肩膀舉不高，所以和筋膜相關的問題，經常要往遠端來找答案。你可以把筋膜想象成你的衣服，我把衣服下面拉緊了，你看肩膀是不是就被拉緊啦？所以手就舉不高了。這時候如果還是想要舉高手臂，就必須要用更多的代償才能舉得更高。最常見的代償就是聳肩，習慣用聳肩的方式來舉手，肩頸當然就會常常痠痛哦。說到肩頸痠痛，你要特別注意這條上斜方肌，它是從肩胛肌一路延伸到後腦勺髮際線的這個位置。它除了喜歡代償舉手動作，還喜歡代償我們的呼吸。我們再来做一個小測試，把手交叉放在你的肩膀上，然後吸氣，看看你的手會不會被肩膀往上頂。如果會的話，那就表示你的上斜方肌有代償到呼吸動作哦。我們一天要呼吸超過2萬多次，如果每次呼吸上斜方肌都要參與，一天這樣2萬多次，當然就容易使用過度，造成肩頸痠痛，然後就會筋膜發炎，發炎的筋膜變得更容易粘連變厚，然後再往上拉扯到頭皮的筋膜。
這樣你就知道為什麼那些久坐或者是容易聳肩的人會常常頭痛的原因了。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把粘連塑形的筋膜重新恢復成健康狀態，這需要花不少時間。但要預防的方法卻超級簡單，就是不要維持同樣一個姿勢太久。你可以用30分鐘當一個分界點，1到30分鐘就趕快起來動一動，做幾下筋膜線伸展就可以了。那這邊注意一下，筋膜伸展和肌肉伸展最大的不同是，筋膜伸展需要大範圍，從腳到頭再到手都要跟着動，而且還要動得有點喘才行。因為這樣充分的拉伸，才可以有效的把水分導到筋膜層裡面。所以接下來要教你的筋膜線伸展運動，都是全身超大範圍的動作，經常拉一拉，筋膜就會很健康咯。這邊幫你做一個小總結，常常動一動，血液循環好，筋膜就不容易粘連。那筋膜不粘連，身體這件緊身衣就不容易塑形。那現在我們該起來動一動咯。接下來我要跟你分享8個肩頸痠痛的筋膜放鬆運動，幫你的肩頸徹底放鬆，恢復輕鬆自在。上斜方肌放鬆。一開始我們先來找上斜方肌的位置，從身體的側面看，上斜方肌就是肩膀外緣到後髮際線的位置。準備一顆按摩球，躺下來，膝蓋微彎，把球放在上斜方肌的位置，抬屁股，讓身體的重量壓在球上，深呼吸3次，想象身體像奶油一樣，讓球慢慢沉進肌肉裡面。每個點呼吸3次之後，換下一個點。當痠痛減輕後，把球移到另一個點，每個點呼吸3次，再換下一個點，由內到外，按完換邊。如果你現在剛好沒辦法躺下來，也可以找一面牆角，把球壓在肩膀上緣，也就是上斜方肌的位置，膝蓋微彎，屁股往後推，身體往前傾，將球壓進上斜方肌裡，吸氣吐氣3次。3次之後，再換下一個地方。後頸筋膜放鬆，一開始坐着，雙手放在頸部後側，用2、3、4、5指的指腹勾住後頸。這動作的重點是拉提筋膜表層，所以手指不需要壓得太深。用另外一隻手扶住手肘，將手慢慢往前帶，指腹會往前滑向脊椎的方向，但記得不要超過脊椎哦。做完3次之後，再往中頸椎做3次，最後往下頸椎做3次。上中下做完，換邊。一開始抓的時候，以耳垂為界限，不要抓得太前面哦。因為再往前就是頸前三角的區域，那邊有頸動脈，小心不要按到。往前拉到脊椎旁邊就停止，不要貪心抓太大範圍。用這個方法可以讓包覆在肌肉外層的肌筋膜血液循環增加，減少頭痛還有容易落枕的問題哦。頭皮筋膜放鬆，雙手手指呈現爪字形，放在頭皮上，壓住一點固定後，移動你的手指，感覺就像是按住頭皮在滑動一樣，這樣可以鬆動到頭皮筋膜。一個點按摩10秒，按完換地方，總共做10次。記得整個頭皮都要按摩到，不要錯過任何一個角落。按摩的時候同時做深呼吸，吸氣4秒，吐氣8秒。拉長吐氣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經，讓身體更容易放鬆。頭皮筋膜緊繃是上班族常見的問題，因為久坐的姿勢會把背部整條筋膜線往後拉，連帶影響到頭皮筋膜，讓頭皮筋膜缺血變緊，所以大部分久坐的人頭皮筋膜都會特別緊繃。適時的放鬆頭皮筋膜，搭配接下來的全身伸展，可以放鬆到整個背部的筋膜線。不過還是要特別注意坐姿，不要太駝背哦。側頸與斜角肌伸展，一開始將手掌放在內側鎖骨正上方。往下固定後，做出側點頭的動作，你會覺得肩頸側邊緊緊的，停留3秒，再回來。如果手壓不住，可以用另外一隻手固定。側點頭10次之後換邊。這動作是要伸展斜角肌以及它的筋膜，
雖然斜角肌在頸部，但它出問題時，痠痛卻會往下傳到膏肓、肩膀，還有上臂，還有手指頭。也因為它連接到第一肋骨，太緊的話會讓第一肋骨和鎖骨靠得太近，壓迫到附近的神經血管，造成胸廓出口症候群。如果你常常感覺手指無力或手掌冰冷，可以試試看这個動作哦。胸鎖乳突肌放鬆，找到耳朵後的骨頭，往下一個指腹的位置，用2、3、4指左右搓揉。如果感覺太酸，就放鬆力道。搓揉的位置就沿着肌肉束左右按壓就好，一次按壓舌下，定點按壓，不要過度搓揉。胸鎖乳突肌是頸部一個很重要的肌肉，也是頭前伸、龜脖子或者是頸椎不好的人按壓會特別痠痛的地方。如果你按到這個點會特別痠痛，那就代表你平時的姿勢可能有點問題，讓這條肌肉過度使用咯。側線筋膜伸展，接着我們要大範圍伸展側邊的筋膜，左腳跨到右腳前，屁股往右邊推，這時你會感到屁股緊緊的，這是在伸展我們側邊的筋膜。做3次之後，右手往左上方延伸，你會感覺到側邊的腹部緊緊的。在快拉到最緊的時候，動作可以放慢，手指稍微用力，把右手中指用力的指向左上方。注意，手是用力往上伸直，不要往上甩，以免肌肉來不及剎車，變成拉傷。3次之後，再增加左手的動作，把左手中指往右上方延伸。上半身會因為手的幫助產生旋轉還有側彎的動作，這麼一來就能拉伸到更多筋膜。記住，動態拉筋重要的是深度而不是速度，別操之過急哦。反覆12次之後換邊。這動作也很適合當做運動前的動態伸展，做到有點喘，也可以增加全身血液循環，讓肌肉熱起來，減少運動傷害。前後筋膜伸展，接着我們來伸展前後筋膜。先雙腳與肩同寬，右腳往前踏，左腳墊腳尖，然後右腳往後，左腳勾起來。一開始我們都先專注右腳的動作，右腳往前、往後，反覆3次。做完3次之後，加入髖部的動作，右腳往後跨的時候，屁股往後翹，左腳勾起來，你會感覺到左腿後側被拉緊，然後右腳往前跨的時候，屁股往前推，反覆3次後，再加入手的動作，右腳往後，屁股往後翹，手往後甩，再拉到最緊的角度，不停留，右腳直接往前，屁股跟着往前，然後手往前畫一個大圓。中指往上延伸，就像在伸懶腰一樣。伸到最緊的地方不停留。如果你的腰容易酸，記得把肚子收緊，然後往前往後反覆10次。橫膈膜呼吸，雙手指交疊舉高。身體往上延伸，接着輪流將大腿抬高到肚臍的位置，原地踏步舌下。踏步過程中的每一次呼吸都要盡量吸到肚臍還有恥骨之間。這個抬腳踏步的動作可以很好的伸展到橫膈膜，增加我們的進氣量，也可以順便活動到髂腰肌。现代人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吸氣太淺了，肋骨間的肌群緊繃，無法被打開，肺部擴張受限等等的問題。多做這個動作，你會覺得呼吸順暢很多哦。從這部影片你可以知道，筋膜最常見的問題就是粘連還有塑形。當你覺得頭痛或者是肩頸痛的時候，別忘了每30分鐘就要起來動一動，做做筋膜伸展操。伸展同時記得保持呼吸，用深吸還有拉長吐氣的方式，讓你的心情保持放鬆。剛開始運動最困難的就是養成習慣了，但你的健康絕對值得每天這幾分鐘的投入，不用多，只要這8個動作，你也就已經掌握了改善肩頸痠痛的關鍵技能。如果把人類的活動時間拉長來看，做着工作的出現也只不過是這100多年來的事而已。
在這短短的時間裡，我們大部分人的工作已經從勞力為主變成腦力為主的工作。也因為這樣，學會怎麼讓我們的身體更適應這樣的生活變得更加重要。希望我的影片能幫你在這個久坐的時代永葆健康。那以上就是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啦。如果對你有幫助，別忘了幫我分享給那些有肩頸痠痛的朋友們。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嘍，拜拜。